你见过最明显的偏心是什么？是一个新生儿抱着98元的小被子被晾在角落，而另一个孩子却拥有80万的房产证和全家的宠爱。在那个阳光炽烈的下午，林婉如第一次明白，这个家从来不是她和女儿的避风港，而是寒风凛冽的沙场。林婉如抱着刚出生5天的女儿赵之雅，坐在1楼客厅的一沙发上，阳光从老式楼房的窗棂斜斜地照进来，打在她略显苍白的脸上。她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婆婆秦秀兰身上，此刻那位满脸堆笑的老太太正一手抱着另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边对着亲戚们夸赞个不停。小宝这鼻子长得多挺啊，一看就是个有福相的孩子，咱们赵家后继有人喽。是啊，小宝这小拳头则跟立强小时候一模一样，将来肯定能出息众人。围拢在沙发前，赵立明的妻子黄丽丽坐在婆婆身边，脸上带着藏不住的骄傲。她的儿子赵天又只比赵之雅早出生3天，此刻正熟睡在奶奶怀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的炖鸡汤味儿和喜气洋洋的喧嚣，唯独林婉如仿佛置身于另一重时空。她低头看看怀里的女儿，小脸红扑扑的，长睫毛微颤，这个小小的生命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从第一天起就不公平地对待她。婉如啊，这是给妞妞的小礼物。秀兰突然站起身，从购物袋里拎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露出一床印着粉红小兔子的婴儿被子，还挂着没撕掉的标签，98元，谢谢妈林。婉如伸手接过，手心却是一片冰凉。这时小叔子赵立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文件袋，笑着说，妈，这不是，这是给小宝的见面礼。秦秀兰不等他说完，语气高扬，像是宣布战果似的。市中心那套房子的首付80万，我已经打过去了，房产证写的是天佑的名字。空气似乎突然凝固了，亲戚们先是沉默了一瞬，紧接着是一片掌声和赞叹。哎呦，大手笔啊，真是亲奶奶，这小宝以后有出息不说，还一出生就有房了。丽丽啊，你可得好好孝顺妈，这可是天大的福气。赵立明赶忙点头，放心吧妈，将来我们一家3口一定孝顺您。人群中，林婉如轻轻抖了一下手臂，怀里的女儿也似乎感受到母亲的情绪，皱了皱眉，嘤咛一声，妈，她终于忍不住轻声问了一句，同样是您的孙辈，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女孩子是赔钱货，长大了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了。秦秀兰一边拍着小宝的后背，一边理直气壮地说，公公赵国荣也在一旁附和，男丁要成家立业，当然得多投资些女孩子嘛，能养大就行。黄丽丽听到这话，嘴角一勾，声音甜得发腻，妈说的对，我们天佑将来肯定出息不像，有些人竟知道计较。婉如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不至于当场情绪失控。她的丈夫赵立强坐在她身旁，头低的几乎要埋进胸，口像是在地板上找出口。小雅，听说你生了，说下周来看你和干女儿。手机屏幕亮起，闺蜜发来一条微信。林婉如轻轻一笑，眼眶却突然发酸，这个世界太吵了，唯有这位远方朋友记得他与女儿的名字。就在这时，赵国荣端着保温壶走过来，随口说，妞妞怎么又哭了，真是麻烦，女孩子都娇气，才几天大就这样。爸，她只是肚子胀气，我刚拍完嗝。婉如连忙解释，你看人家天佑从出生到现在一声没哭，则就是命好。秦秀兰摇摇头，婉如你也是别总让妞妞哭扰的，小宝也睡不好。他刚要转身上楼，又回头淡淡的问你，那还有奶粉吗？小宝那边喝完了，丽丽又不能下楼。林婉如咬了咬牙，妈，我的也快没了，本来想让丽强下搬带点，你不是母乳还挺多的吗？小宝奶量大，用完是正常的，你都给他吧，反正也是孙子。孙女话音落地，林婉如只觉得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呼吸困难。她默默从柜子里拿出奶粉罐，双手递过去。秦秀兰接过头，也不回，就上了楼。妈，垃圾桶满了，能不能顺手帮我倒一下？林婉如终于鼓起勇气开口，哎呀，我还得给小宝冲奶粉，你自己处理吧。声音飘在楼梯间，甚至没回头看他一眼。林婉如抱紧女儿，像是怕这一刻的委屈会把自己击垮。她的世界只有这个
柔软的小人，她不能倒下，也不能再沉默一个。女人坐月子时最怕的不是吃不好睡不好，而是屋檐下没有一丝温暖，丈夫不与婆婆不顾全家，热火朝天的围着别人家的孩子转时，你还愿意相信自己是这家的儿媳妇吗？天还未亮，林婉如就被女儿柔柔的啼哭声吵醒，她轻手轻脚的给芝雅换了尿布、喂奶、拍嗝，一系列动作像被缝进了骨子里，即便虚弱依旧娴熟，但她依然感到自己像个隐形人，存在于这栋3层楼房的某个角落，除了女儿没有人会注意。是她是否吃饱，是否发烧，是否还在厨房的水壶响了，她撑着腰慢慢走过去，灶台上空空荡荡，昨晚吃剩的米饭干硬如石头。她翻了翻冰箱，只找到2个鸡蛋和一小把菠菜，便自己动手煮了碗淡而无味的蛋花汤，正准备端上楼，婆婆秦秀兰从楼上下来了，一脸不耐地喊：宛如你2楼水槽是不是又堵了？楼上是都听见咕噜咕噜的声音，我刚洗过奶瓶，可能是下水慢了点，我等等。通一下，她低声回应，刚要继续上楼，你还吃蛋汤，孩子哭个不停，你还有心思做饭？秦秀兰皱眉道：3楼丽丽都没时间煮东西吃，我还得给她炖猪蹄补奶铃。宛如只是轻轻点头，没有辩解。她知道，在婆婆眼中，3楼那位儿媳妇才是赵家的公。是盛饭点到了赵家的餐桌，总是热闹的，当然是属于3楼的热闹大堂。中间的圆桌上，热气腾腾的鸡汤、鱼肉、排骨，摆满一桌小宝贝抱着坐在婴儿椅里，众人围着他嬉笑逗弄。赵立明给父母敬了一杯茶：爸妈您辛苦了，这段时间要不是你们帮忙，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这才是孝顺儿子。秦秀兰笑得合不拢嘴，目光慈爱地看着儿孙，以后妈老了也指望你们了。林婉如坐在桌角，默默低头喝着清汤，她的面前只有一碟咸菜和一碗白米饭。她看了一眼丈夫赵立强，她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只顾低头扒饭。对了，妈公司说我最近请假太多，项目进度落后，被上头点名批评了。赵立强皱眉说，您能不能偶尔也看看婉如这边？我得早点回单位处理点事儿，你这当哥哥的不能啥都推给妈啊！赵立明立刻插话：我也上班，但丽丽坐月子，妈都是亲力亲为的，谁叫你们家是个女儿？秦秀兰叹了口气：立强，你别老想着平衡你家妞妞那点事，一个女人自己能照顾好咱家小宝才是赵家的顶梁柱。妈，我一个人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林婉如是噗叹着开口：你不是自媒体博主的朋友吗？不是天天在朋友圈发鸡汤文，说什么独立自主情绪管理，怎么现在反倒靠婆婆了？黄丽丽轻描淡写的讥讽一句，表情满是你配吗的轻蔑，空气又陷入一阵静默。赵国荣突然咳了一声：宛如啊，做人不要太情绪化，孩子健康就好，你这脾气得收收，别动不动就想哭哭。他笑了，他已经很久没在家人面前哭了，他的眼泪早在医院那一夜干涸了。那个凌晨3点，他在病房独自带娃，而楼上欢声笑语庆祝小宝提前3天顺利出生的满月倒计时。一只手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是二姑赵爱华。宛如啊，姑跟你说句实话，女人啊要懂事，妈不是不帮你，她这人就这脾气，你看丽丽嘴田处处哄妈开心，你也学着点，别总当个冷脸。媳妇是他低头，喉咙哽住。吃完饭，所有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着赵天佑未来的学区培训班，连奶粉牌子都细细讨论半天。我准备让天佑学钢琴，咱家有房了，早准备早安排。黄丽丽越说越来劲。林婉如默默抱着芝雅回房，一句话都没插上。她把门关上，却听见外头黄丽丽对着楼上传话：爸妈，小宝今天特别乖，跟妞妞那吵吵的性子可不一样。她咬着唇走到阳台上，阳光照在芝雅安静的小脸上，仿佛整个世界只剩着孩子的呼吸声。手机震动了一下，宛如我刚看你朋友圈发的那碗蛋汤了，是闺蜜沈雨桐发来的一条语音。你还好吧？她听着好友熟悉的声音，心底终于松动一点点，指尖颤抖地回了一句：除了女儿，没有谁是站在我这边的，那就为了她站稳。林婉如轻轻拥紧怀里的女儿，泪水悄然滑落，但脸上的神情却第一次没有绝望。在一个和气为贵的大家庭里，如果你不肯忍让，别人会说你小气，可你一旦忍久了，他们就真的以为你活该这世上最让人心寒的
不是敌意，而是所有人一起告诉你，你别太计较了。林婉如抱着女儿坐在2楼的小沙发上，窗外下起了小雨风，穿过破旧的铝合金窗框吹进来，带着潮湿雨寂静之雅。熟睡，她一动不动地看着雨滴滴落，脑海里却还回荡着早上婆婆那句，你那点事儿自己照顾好就行。婉如啊，妈已经不容易了，你别跟她计较。叔。电话那头林旭的声音低沉，男人工作压力大，咱爸妈也都老了，哥他给人家孩子买80万的房子，给我女儿98块的被子，我哪里小题大做了？这不就是个心意嘛，咱家也从来就这样对男孩投资多一些女孩嘛，所以连我也不算自家人了吗？婉如的声音发颤，连你都这么想。电话沉默了几秒，林旭轻轻叹气，你别乱想，回头我给你买点婴儿用品过去，你别委屈自己了。他苦笑一声，挂掉电话。新哥的善意是温和的，也是无力的。他不是需要东西，他需要一个人站在他身边，说一句你没有错到了。中午一条家庭群消息在手机上跳了出来，赵爱华，宛如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稳定，女人坐月子最怕的就是情绪问题，容易落下病根，别老把不满挂脸上。黄丽丽，宛如啊，大家都挺照顾你了，别太敏感，孩子生下来就是要养的，谁还不是自己带大的？秦秀兰，宛如你记得把1楼婴儿车擦擦干净，楼上那个太占地，我准备给小宝搬下来用用。宛如看着那一串话，心口像被扎了几根尖针，他没回转身去把1楼婴儿车上的灰擦干净，然后一层层拖干地板，默默无言。晚饭时间，他原本坐在角落准备吃点剩饭，赵国荣忽然问，下个月不是满月了吗？小宝，满月酒怎么安排？我们请一场大的。黄丽丽笑着回答，饭店已经定了，就在市中心的阅兵楼。那妞妞呢？林婉如突然问。全场安静了1秒，你那孩子也就家里吃吃饭就行，哪来那么奢啊？多排场。婆婆白了她一眼，别一碗水端不平了，我不是想排场。林婉如说，我只是希望女儿的满月也有一个被祝福的仪式，你小题大做了吧？都说了女儿将来要嫁出去，哪有办2场的道理？黄丽丽冷笑一声，再说了，饭店包间也不便宜，你这不是诚心添乱吗？赵爱华也插话，婉如啊，一家人不计较这些，别太较真哪有当妈的真宠的她呀，就是太敏感。秦秀兰毫不留情的倒从怀孕开始，就是多动不动就说委屈，生了女儿就成天藏着抱着，谁能靠近啊？林婉如脸色发白，她缓缓站起身，看向丈夫赵立强，你怎么看男人像没听见一样？喝汤低声说，你别太敏感了好不好？那一刻，她心底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彻底崩塌了。晚饭后，他躺在小床上，抱着芝雅轻轻哼歌，孩子靠着他的胸膛安静地睡着，脸上带着一丝甜甜的笑。突然门被轻轻敲响，是黄丽丽那个宛如明天小宝要拍满月照，摄影师说道具要多点，你那套粉色纱布能不能借我们？林婉如愣了一下，那是芝雅出生后她亲手缝的一块包，背印着细致的花纹和女孩名字的拼音首字母，不好意思，她冷冷地回道，那是芝雅的，则真小气。黄丽丽嘟囔着转身离开。第二天早上，她听见楼上传来热闹的笑声，小宝拍照换100造型，而她这边房门始终紧闭。芝雅醒了，睁着一双黑葡萄一样的眼睛望着妈妈，小手在空中挥舞着，妈妈答应你，不让你一出生就被这个世界看清。她低声说，眼中闪过坚定。晚上沈雨桐打来视频电话，宛如你有空吗？我想和你录一段博客。他一愣，风关于女儿不是赔钱货这个主题，最近我采访了几个网友的故事，我觉得你也该讲出来。林婉如低头看了眼怀里的枝芽，微微一笑。可以我说，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声音或许不该再压在饭桌之下，不该再被别太计较遮蔽住了全部的不公。有些家庭从来不是一个家，而是利益结盟的集团。你以为你是媳妇、妻子、母亲，可你不过是个寄居者。当他们说我们是一家人时，真正的意思是你不在这个我们里。林婉如看着沈雨桐剪辑完成的博客封面图，一个女孩的月子日记封面是一张她背着阳光抱女儿的照片，眼神坚定，眉头微蹙，上线了。沈雨桐发来简短一条消息，那晚她没睡好，凌晨3点还在翻评论，女儿就不是命了。看完眼泪止不住，楼主说的不是
但也就是我原来不是所有妈妈都被珍惜太扎心了，她本来只想安静讲一讲自己的故事，没想到这份沉默中的伤口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共鸣。第二，天早餐楼上的小宝大哭，吵得整栋楼都在震。李满如抱着枝芽站在厨房等热水，婆婆气冲冲的下来，妞妞是不是又在哭？你能不能别吵到小宝拍照吗？是。小宝在哭，他轻声提醒，反正你女儿一出生就哭个没完晦气。秦秀兰甩下一句，扭头走了厨房门，砰的一声关上，震得桌上的奶瓶滚了2下，宛如报警。雅轻声哼起歌谣，试图平复孩子，也平复自己。午饭时，黄丽丽突然开口：“妈，我跟丽明商量了，咱们合办满月宴吧，小宝和妞妞一起。”林婉如微微抬头，还没开口，秦秀兰就笑着拍了拍桌子，这主意好省事省钱，一家人嘛，我们不合办。婉如语气平静，却坚决。妞妞的宴我自己请几位朋友吃饭，简单。婉如你怎么这不懂事？赵国荣皱眉，我们一家人一起热热闹闹不好吗？你们是一家人，但你们从来不把我和妞妞当一家人。他放下筷子站了起来，黄丽丽声音一冷，你这意思是我们赵家亏待你了，你在这儿住着吃着，现在还搞区分？是啊，你别忘了你是嫁进来的。赵爱华也提高了音调，女人嫁人就该认命，别搞什么独立。独立的那是年轻人哄人的话。赵立强低头不语。林婉如冷笑一声，妈，我有件事得问问您。立明不是说房子是您给小宝的礼物吗？我听说这钱是您把老爷子那点养老金也取出来凑的，我乐意。秦秀兰斜眼看他，那是我孙子，我女儿就不是您的孙女，我丈夫就不是您的儿子，您那么做赵家还有规矩吗？空气骤冷。赵国荣干咳一声，想开口打圆场，却被婉如的目光一堵。既然咱们区分得这么清楚，那合办宴也就没必要了。他说完，抱着女儿走回2楼，一步都没回头。到了晚上，赵立强坐在床边，皱眉问：“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就一个满月宴而已，你非得分个你我？我分的不是满月宴，是人心。”他淡淡的说：“从妞妞出生那儿天起，他就是个外人，连你都觉得我小题大做，那我就做给你们看。婉如，你别这样。”他显然有些焦躁，我夹在中间也难做，就别做。他抬起头，目光直视。你可以选择继续站在你妈妈身后，也可以学着做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隔天一早，沈雨桐突然打来电话，你那边是不是出事了？播客昨晚被某公众号全文转发，现在评论区都炸了。我没看。婉如抱着枝雅站在阳台，看着晨曦穿过云层。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你是白眼狼，住婆家吃婆家的，还挑3拣4。我刚帮你删除了一些特别恶毒的，谢谢他。语气平静，但也有人留言说想邀请你做一场线上分享，主题是新手妈妈如何与婆家相处。是。雨桐顿了顿，你考虑一下。他没有立刻答应，他知道一旦他站到台前，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而是反击者，是撕开伪善家庭的那双手。那天晚上，他写下了一封给妞妞的信。妞妞妈妈不是勇敢的人，但为了你，我愿意变成那样的人。将来你长大了，如果看到这段故事，希望你明白，女人可以温柔，也可以有锋芒。信写完，他在直角落上画了个小皇冠，笑着贴在了婴儿床头。这个小女孩配得上拥有自己的王国，而不是别人的施舍。你女儿也就跟着小宝沾点福气。这句话像刀一样插进他心口。可是他的女儿凭什么只能沾别人的福气？她是妈妈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命，不是你们善意里的附属品。你又不肯和半攒。门家这面子怎么搁得住？客厅里，赵爱华正站在茶几前，挥着手对着林婉如指责我。刚跟小区的人说了，这次是我们赵家双喜，临门大家都等着看热闹。那你现在不配合，你叫我怎么下台？林婉如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刚煮好的小米粥，她眼神很平静，却带着一丝不容动摇的力量。你们谁需要台阶？自己搭，我只为我女儿负责。你这就是不识抬举。赵爱华气得拍了桌子。妞妞能跟着小宝合拍照，吃满月蛋糕，走红毯，那是她沾了什么光，你知道吗？她不需要沾谁的光。林婉如说她自己就是光，空气冷到几乎结冰。黄丽丽坐在沙发上抚着小宝，笑了笑，则倒是挺会说，但你女儿再会发光，也比不上我们小宝。
有房有奶有命，你刚说什么？宛如盯着他，声音低沉。我是说女孩子命薄不比，我们家天佑命厚。黄丽丽眨眨眼，语气像在陈述一件自然事实。林宛如的手抖了一下，小米粥洒了一些在地上，她没有捡也没有动，站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你们瞧不起妞妞，也瞧不起我，但我可以忍可以扛，可你们连个孩子都不放过，你们有没有点良心？黄丽丽啧了一声，这年头还讲良心？你既然住在赵家，就该守赵家的规矩。对不起，我不是赵家人。宛如突然冷笑，她抱起牙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反锁。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真正跟这个家断了线。晚上沈雨桐来了，我就知道你不敢告诉我，幸好我自己来了。她一边把带来的水果药材女婴衣物摆在桌上，一边皱眉，你是不是贫血严重，脸色比上个月还差？还行。宛如抱着孩子笑得很淡。宛如你不能再这样耗下去，我问你个问题。沈雨桐盯着他，如果你现在不发声不行动，将来妞妞3岁5岁10岁，是不是还要看这些人的脸色长大？林宛如没有立刻回答。窗外传来婆婆秦秀兰高声的吩咐，力强，你看妞妞又哭了，她是不是饿了？别影响我们天佑睡觉，她是你孙女。宛如冲出房门，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吼了出来。客厅里所有人都一惊，从她出生那天起，你们有没有正眼看过她一次？她哭你说晦气，她笑你说命薄，她存在就是个麻烦。赵立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你们说我是小气，说我不和群，说我不孝顺他，一步步逼近，可是我不欠你们什么，我付出的够多了，你们呢？谁为妞妞做过一顿饭？谁抱过她3分钟？秦秀兰张口结舌，我还不是照顾不过来，你不是照顾不过来，是你根本不想照顾。宛如冷冷打断，你只承认天佑是你的孙子，而妞妞不过是个顺带带的女孩。宛如我妈年纪大了，别说的是太难听。赵立强终于开口，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也觉得妞妞只是沾了天佑的福？他愣住，没有回答。谢谢你。诚实那晚，宛如让沈雨桐帮他拍了一段视频，没有剪辑，没有滤镜，没有眼泪，只有他抱着熟睡的妞妞说了一段话。我叫林宛如，这是我女儿赵之雅，她刚出生5天时，奶奶送了她一条98元的被子，却给她堂哥买了80万的房产。她没有名字在这个家，只能被叫女孩，可她是我用命换来的，她值得被温柔以待。视频发布后不到3小时，点赞过10万，转发如潮水。谁家孩子不是命？这个妈妈太刚了，支持你，我们都曾是妞妞友人。在下面留言，你应该办自己的满月宴，我们众筹给妞妞一场，不需要沾谁福。是啊，气的庆典。他点开那个 ID 一笑，留言回复谢谢我会的那一页。林宛如睡得很沉，之雅在怀中也格外安稳。他知道一场不属于赵家的庆典即将开始。这个家到底是谁对她最残忍？是那个拿98块小被子轻描淡写的盖住偏见的婆婆，还是那个始终装聋作哑的丈夫，还是那些一边说为你好一边将她推后进深渊的亲人？也许最深的刀口是你应该理解的那句温柔。周六下午，林宛如穿着一件素色长裙站在阅兵楼门口，阳光斜照在她怀中的女儿身上。之雅安静地咬着手指，小脑袋靠在妈妈肩膀上，一派安宁。这一天不是赵家安排的满月联欢，而是她自己用1周时间组织的一场小型星号女孩满月私宴。星号来的人不多，都是闺蜜前同事，还有一些因播客和短视频关注她的新网友。其中一位是特别嘉宾，家庭教育专家周心怡林女士。您好，我看过您的视频，也听了雨桐的博客。周心怡微笑着递上名片，您非常勇敢，也非常真实。林宛如微微一笑，我不是勇敢，只是终于知道不能在沉默。酒店2楼宴会厅不大，却布置得温暖又柔和，墙上挂着印有之雅2个粉色手写字的大海报，气球绕着桌边旋转，中央的蛋糕上是一顶小皇冠。之雅，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林宛如在现场简短发言，妈妈无法给你80万的房产，也没有祖辈留下的家产，但我能给你一个被坚定拥抱的起点。场下响起掌声，一些听众眼中已泛红。与此同时，赵家妈她真不来。赵立明望着空荡的酒店大厅，脸色难看，都订好座了，结果他搞了个独立满月宴，丢不丢人？黄丽丽压着声音却怒
火中烧，他把咱赵家当什么踩着？咱们上位还请什么专家？赵国荣皱眉，我看就是在网上炒作。我说早就该把他赶出去。秦秀兰咬牙住我家，吃我饭还敢叔，反过来抹黑咱家名声。你住过我房子，你给过我饭。一个冷冷的声音突然插入他们，回头林婉如抱着女儿站在门口，站在他们熟悉却陌生的光线下。我惊天过来，不是吵架，也不是请罪，他一步步走进大厅。我是来告诉你们，今天我给我女儿过了一个真正属于她的满月宴。你真是疯了！黄丽丽站起来，你不知道你让我们成了笑话，笑话是偏心，是冷暴力，是用一张我们是一家人的糖纸包住最毒的刺。你要干什么？赵国荣低吼。林婉如从包里掏出一份信，放到桌上，这是我写的家庭教育举报函，我已经正式递交给小区妇联与市育儿观察平台。你疯了，你还要把家丢出去，丢得更远。赵立强终于忍不住开口家，他看着这个曾经他深爱的男人，你有站在我身边过一次吗？你为妞妞说过一句话吗？我是怕闹大了不好看，你怕的是不好看，我怕的是我的女儿再长大一点，也学会在委屈中闭嘴，在不公面前忍让。他才1个月啊，你想太远了。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世界就在告诉他你是多余的。林婉如声音哽咽，我不允许他信了。婉如，你回来吧。赵立强忽然走上前，低声说，你这样斗下去我们都不好过，那你来吧。他直视他站在我和女儿这边，我们可以再试着回家。他沉默，眼神挣扎，最终却垂下头。我不能违背我妈。林婉如苦笑，那就到此为止。他转身轻轻的毫不犹豫地离开，背影干净又倔强。沈雨桐站在门外等。是啊，你进去做什么？我想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林婉如淡淡道，但他们不想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天晚上，芝雅安静地靠在妈妈怀里，灯光暖黄林婉如抱着她看着窗外城市灯火，一字一句地说，你不是别人的附属，不是赵家的负担，不是某个男丁的陪衬，你是芝雅，是妈妈的。荣耀视频被沈雨桐剪辑上传后迅速登上热搜，标题是这个家谁对她最残忍。评论区刷屏一条留言，不是婆婆也不是丈夫，而是所有让她别太敏感的人。有些人不相信眼泪，也不畏惧良心，可他们害怕曝光。当一个女人终于用自己的声音撕开沉默，那些多年习惯了冷漠与轻蔑的人才开始慌了。原来正义从来不是不来，只是他走得慢一些。但很重。你看热搜，美景号女孩的98元与男孩的80万景号已经冲到榜单第3了。沈雨桐一大早打电话来，声音带着惊喜，看到了林婉如坐在窗边，怀里抱着芝雅小女孩，正在啃着自己的手指，眼神清澈又专注。现在是机会。沈雨桐语气挣了几分，育儿频道找我谈合作，也想请你录一期正式专访，主题是母亲的觉醒。林婉如没有立刻答应他，轻声说，我不是网红，我只是想为我女儿争一个公道，但你已经成为符号了。婉如。沈雨桐认真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林婉如点点头，目光落在茶几上那张银行卡截图，正是那张让她被网络封神的图片。80万转账凭证，收款人为赵天佑，备注买房首付截图。配文很简单，我女儿出生收到一床98元的小被子，而她堂哥得到了一套房，一夜之间数百万网友围观转发，连本地电视台记者也来电询问采访。像他知道一切正在发生改变，但赵家却炸开了锅，封了他，封了黄丽丽，气得在家里来回踱步。现在连单位都知道我们重男轻女，你让利明以后怎么做？是人，我今天去公司，经理盯着我问半天，说什么家庭风气是否影响工作态度，真是丢死人了。赵立明摔下公文包，你们吵什么？赵国荣脸色也铁青，关键是他把那张转账图都放出去，咱赵家的脸彻底没了，他太狠了。秦秀兰咬牙把我几十年做人积攒的面子全踩在脚下。这时赵立强默默走进来，手机在他手里微微颤抖，你又怎么了？赵爱华皱眉，单位人事那边打电话说要我近期接受网络影响力干预审查，说我的家庭舆情已经涉及公司声誉。他喃喃道，所有人都沉默了。终于秦秀兰低声说，这丫头是铁了心要和我们对着干了。傍晚时分，一通电话打到了林婉如手机上，是赵国荣。婉如啊，把今天打给你，不是
吵架他的声音第一次显得有些低软。我们家最近被闹得挺难堪的，我想问问你能不能把视频和帖子都撤下来。宛如没说话，妞妞也是我们孙女啊。是。图软化语气，咱们不至于搞成这样吧？他终于开口，爸，我说过很多次，我们里一直没有我和芝雅，你们也从来没真正承认过他。赵国荣愣住那张转账节。图是你们主动给小宝的，我不过是让他出现在阳光下，他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宛如他还想说什么。你们想我撤掉帖子可以，他打断，请你们做一件事，给妞妞一个属于她的公开道歉。什么？不是私下，不是口头。他坚定地说，是正式的站出来，承认你们对她的轻视，并向公众说明一个女儿的价值不该被加。挺否定。这通电话戛然而止，但第二天林婉如收到了一条来自银行的短信，赵立强向您的账户转入20万元，备注妞妞成长基金。他看着这条短信，没有惊喜也没有眼泪，只是轻轻地把它截图保存发给了沈雨桐。你说网络有没有用？他问他。不是正义。沈雨桐回，但他是麦克风，是你终于能说话的喇叭呢。天下午，他带芝雅去了一家儿童摄影馆，选了最温暖的灯光，最柔软的布景。他给女儿穿上一件纯白纱裙，头戴一顶小皇冠，咔嚓一声，镜头定格。那是芝雅人生中的第一张独照，照片上她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望着镜头前的妈妈。这才是你的福气，林婉如轻轻说道，不是沾来的，是妈妈为你争来的有。人说成为母亲是一次再生，但没有人告诉你这场再生有多疼、多孤独、多需要勇气。可如果你熬过了黑夜，那孩子的笑就是你新生的黎明之雅，百日阳光洒进林婉如的小屋，窗帘随风微扬。她给女儿穿上一件浅黄色的连衣裙，小袖口处缀着一排米粒大小的珍珠，是她一针一线缝的。之雅，今天你100天了。他弯腰亲吻女儿额头，妈妈带你去认识这个世界宴会厅。不大是沈雨桐通过公益合作联系的一家亲子机构赞助的，主打女孩成长支持。这次不再是为对抗，而是为了庆祝。场地布置简单却温馨，桌上摆满了女童主题的小糕点水果，拼盘淡粉色鲜花，墙面上挂着一排照片，从芝雅出生第一天的襁褓到她睁眼翻身咧嘴笑，直至今天的穿纱裙模样。嘉宾不多，却个个真心。周欣怡老师代表女孩之光基金送上了祝福与捐助卡，志愿者组织妈妈力联盟的创始人也来到了现场。林女士，我们都很感谢你。她握着宛如的手说，你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母亲也能成为改变的起点。台下响起掌声。林婉如站在话筒前，眼神坚定温柔。在我坐月子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失败的女人。我被忽视，被责难，被质疑，只是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儿。她停顿了一下，深吸口气，继续道，但今天我感谢那个无数次半夜痛哭却依然没放弃的自己，是她让我知道我值得被尊重，而我的女儿更值得被热爱。台下有人默默擦眼泪，也有人轻轻点头。那一刻，舞台上的她不再是曾经那个沉默隐忍的媳妇，而是真正成为了一个母亲，一个能为女儿撑起世界的女人。宴会结束后，她牵着婴儿车准备离开，门外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赵立强。他穿着不合身的衬衫，手里拿着一袋婴儿用品和一张贺卡，显然站了很久。宛如我，他张口欲言又止。林婉如没有立刻打断他，只是平静地问，你是来为妞妞祝福还是来挽回体面？他低下头，我也不知道，但我最近开始明白，你才是那个撑起家的那个人。太晚了，他淡淡地说，不是所有婚姻都配得上原谅。他镇住，久久未语。谢谢你来，但我们已经有了更明亮的未来。他转身推车离开，阳光洒在母你的背影上，风吹起婴儿帽上的小碎花，像一团发光的微尘。那天晚上，宛如在公众号上发了一条长文，标题是我的女儿不需要沾别人的光。她写道，如果这个世界一开始就不肯给女孩应得的尊重，那就让我们这些做妈妈的站出来争回来，不是吵闹，不是哭诉，而是清醒的说，我们要的不是可怜，是平等。文章结尾配了一张照片，是百日宴那天之雅靠在他肩上睡着的模样，小嘴微张，眉头舒展，画面柔和，光线温暖。评论区很快爆满为之雅为自己勇敢一生
妈妈是女儿的第一个世界，谢谢你把这个世界擦得这么亮，我也生了个女儿，谢谢你让我不再怕哭了。但这一次是骄傲的眼泪。几个小时后，女孩之光收。基金会官宣与林婉如签约，她将作为公众发声人之一，参与推广女性儿童成长倡导计划，特别聚焦打破重男轻女的家庭观。那一晚，她坐在床边望着睡中的芝雅妈妈不完美，但你值得最温柔的未来。外面月光温柔，芝雅在梦中咕哝了一声，小手一挥，像是回应这一战，她赢得不只是一个孩子的尊严，更是一代人的觉醒。不再有女孩是次一等，写给你，也写给曾经沉默的我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小公主的80万之战，你是不是遇到过类似的事？你是不是在控诉谁，在反抗谁？我想说不，完全是我写这部作品不是为了制造对立，不是为了煽动愤怒，也不是为了宣扬苦难，我只是想还原一个我们许多人默默经历但从不敢说出口的现实。在某些家庭里，女孩从出生起就被视为次一等的存在。如果你是那个曾经在月子里独自流泪的女人，如果你是那个带着女儿站在婆家人后面听他们夸家里终于有男丁的母亲，如果你是那个被说太敏感的人，那么你一定会懂林婉如其实并不特殊，她只是万个你之一。有人说她怨气太重太刚太硬，可我想告诉你，一个女人在被不断要求懂事别计较的生活里，还能保住对孩子的一丝尊重和对自我的一点骄傲，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他没有大声争吵，没有翻桌子，没有报复，他只是做了一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做的事。他说不，他对冷漠说不，对偏见说不，对沉默的丈夫说不，对不公平的家规说不。而这2个字不是任性，而是勇敢，不是叛逆，而是清醒。写这个故事时，我收到过很多后台留言，有人说我也是生了女儿从那天起就没人再来看我。有人说我婆婆把我女儿称作那个丫头，直到现在还没记住她名字。也有人说我不敢发声，因为我怕一旦我抗争，我会失去更多。亲爱的读者，我理解你们所有的恐惧、犹豫、压抑、委屈。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有力量像宛如那样站出来，但我想对你说一句，你不是错的。你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尊严，不是不识好歹，不是不体谅父母，不是惹事精，那是你最本能的母性反应，是一个人对自己值得更好生活的微弱回应。或许你无法彻底改变什么，但你可以选择不再沉默，不再默认，不再自己骗自己说这样也挺好。每一个愿意说出我不想再忍的人，都是在用微小的声音撕开一片光。这篇小说不只是写给女人，也写给那些还不理解的丈夫，还在坚持老观念的父母，还觉得重男轻女只是调侃的人们。请你们看看林婉如，看看她的沉默，她的挣扎，她的觉醒。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这样的她，请你别再让她一个人扛，也许你的一句我陪你就能成为她坚持下去的理由。我写小公主的80万之战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女孩不是沾别人的光，她们生来就值得拥有光。我们这一代女人或许改变不了所有传统，但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女儿打下一块干净的地基，让她们长大后不再以自己是女孩为耻，不再为了讨好一个家庭拼命抹掉自己的边界和自尊。你不必非得成为完美妈模范媳妇无怨无悔的女人，你只需要成为一个敢为自己和孩子发声的你，那就已经足够珍贵。最后愿你爱自己的女儿，就像守护一颗王冠上最亮的心愿，你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哪怕不曾有过公平的起点。愿我们都能活成我们希望孩子将来拥有的样子，哪怕慢一点，也要坚定地走下去。写在故事结尾的我敬你，敬每一个在家庭中勇敢活着的你。作者井上，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周五晚上7点，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步爬上6楼，刚把钥匙从包里掏出来，门里就传来嘈杂的说话声，还有小孩子的哭闹声。我叫苏晴，今年28岁，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上班，和丈夫赵磊结婚3年了，家里平时就我们夫妻俩再加上婆婆王春梅一直也算安稳，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推开门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客厅里铺满了5颜6色的床垫和被
子沙发上坐着几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电视声音大的震耳欲聋，茶几上乱七八糟堆满了零食包装袋，厨房里飘来浓浓的炒菜书香味，还有人高声聊天，仿佛这是个热闹的年夜饭。现场晴晴回来了，婆婆从厨房探出头来，满脸堆笑的朝我招手，快来快来，给你介绍一下，我换好鞋子。客厅扫了一圈，又算了算厨房里的人，总共10个，我们家才120平的3居室，这会儿竟然被塞得满满当当，连转个身都觉得局促。妈，这些人是？我小声问。是，都是我老家的亲戚啊，婆婆理直气壮地说，二哥一家来城里看病，三妹夫要找工作，还有几个侄子侄女也有事情要办。你说住宾馆多贵呀，咱家这么大，住几天怎么了？我环视了一下这些亲戚，有老人有孩子，最小的大概才5、6岁，正在地上爬来爬去，最大的差不多60多岁，悠然自得地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其中有几个面孔我确实见过，比如二哥和三妹夫，但还有好几个完全陌生，毫无印象。妈，你怎么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招呼什么呀？都是一家人。婆摆摆手，顺势又丢下一句，你快去做饭，人这么多，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这时赵磊回来了，看到满屋子的宾客也微微一怔，但随即笑容满面地喊道，妈，亲戚们都来了啊！他热情地跟大家打着招呼，我立刻拉他到阳台雷子这儿，到底怎么回事？你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也是刚知道的。赵磊挠挠头，不过妈说的也有道理，亲戚们不容易就住几天，1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1个礼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晚饭的时候本来能坐8个人的餐桌根本不够用，我只能端着碗站在一旁吃，听着他们热火朝天的聊天，我才知道这帮人来城里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是来看病，有的是来找工作，有的是办证件，竟然还有人纯粹是来旅游散心的。晴晴，明天你能不能请个假陪我去医院看看？一个50多岁的阿姨忽然看着我说，明天我要上班，上什么班啊？家里来是了客人，当然得好好招待。婆婆立刻插话，你明天就别去了。我望向赵磊，希望他能为我说句公道话，但他只是埋头吃饭，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彻底被打乱了。每天早上6点，我就被客厅里此起彼伏的说话声吵醒，这些亲戚起得特别早，讲话还大声，完全不管别人，还在睡觉，卫生间更是个大难题，10几个人轮流排队，每天我都得等上10几分钟，有几次实在憋不住了，只能冲下楼去商场解决。更糟的是，这些人把我家当成了免费的招待所，除了吃和睡什么也不做。婆婆每天要给他们做3顿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她从不让他们帮忙，反而对我颐指气使。晴晴去买点菜回来，晴晴把客厅收拾一下，晴晴洗衣机里的衣服晾一下，我就像个免费的保姆。最离谱的是这些亲戚根本不客气，空调一开就是最低温度，电视开得震天响，整天不关。当我看到电费单的时候差点晕过去，平时1个月200块，这个月直接飙到了500。妈，咱们是不是该让他们分担一下水电费？我小心翼翼地提议。你说什么呢？婆婆瞪着我，人家是客人，哪有让客人交钱的道理？可他们都住了2个星期了，不是短住你这媳妇儿，怎么这么小气？赵磊也在一旁附和，妈说的对，你别这么计较。我彻底无语了。更奇怪的是，那些不熟的亲戚行为格外放肆，小孩在客厅疯跑，大人看电视，声音开到最大，完全不顾他人感受。周末邻居开史来投诉你们家最近是怎么回事，白天吵得我们都没法休息，小孩还在走廊里乱跑，楼上的李大爷敲着门，气愤地质问我，满脸通红的道歉，而婆婆却脸无所谓，小孩子活泼点，怎么了？又不是故意的。物业也上门警告了2次，说再有投诉就要采取措施。我尝试和赵磊沟通，希望他能劝劝婆婆，可他总说亲戚们也不容易，再忍忍吧。忍本来只说住1星期，现在已经2个星期了。最让我崩溃的是，这些人根本没有离开的打算，该看病的还在排队挂号，该找工作的还在家待着，甚至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开始在我家打游戏，直播声音吵得要命。妈，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走？我终于忍不住了，急什么？婆婆一脸不气，耐烦人家的事还没办完呢。再说了，你做媳妇的就该伺候家里人，这是你的本分，伺候家人。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天晚上我加班到11点才回家，
一推门，客厅里一片狼藉，茶几上堆满了瓜子皮和垃圾，地上还有孩子尿湿的痕迹。我一个人默默收拾到凌晨1点，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几乎要将我淹没。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申请公司的海外进修项目。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挑选优秀员工去合作单位学习。1年我以前从没考虑过这个机会，因为舍不得家，可现在我只想逃离这个让我窒息的家。我开始偷偷准备申请材料，把这些年做过的设计作品整理归档。写申请书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委屈都化成了前进的动力。亲爱的公司领导，我真诚希望能通过这次海外进修，进一步提升我的专业能力，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可如果说实话，其实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家，哪怕是去火星，我也愿意。递交申请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人事经理刘姐看着我的申请材料，点点头。苏晴，你的作品很出色，我会尽快安排面试。我点头致谢，转身回家时，客厅里亲戚们正围着电视热闹地看着厨房里婆婆忙得热火朝天。一看到我回来，她立刻喊晴晴快过来帮忙，今天人多菜肯定不够。我像个机器人一样走进厨房洗菜切菜，手在动心，却飞到了远方。如果这次申请能成功，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3天后，我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主管对我的设计理念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我那个获得市级奖的商业综合体项目。面试最后，他问我，苏晴，如果这次成功，你愿意在国外待多久？我毫不犹豫地答1年甚至更久，也可以。1周后，好消息终于来了，我被选中赴澳洲悉尼进修1年，公司全额资助还有额外的生活补贴。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几乎要掉泪。之后的几天，我悄悄开始准备出国的所有手续，护照、签证、机票，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瞒着家人，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知道，一定会极力反对。出发的日子定在本月15号。就在前一天晚上，我终于无法再隐瞒了。晚饭后，我把赵磊叫进卧室，磊子，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深吸一口气，我明天就要出国进修了，为期1年。赵磊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什么？你什么时候申请的？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尽量平静地说，申请已经通过了，手续也都办好了，明天下午的飞机。他愤怒地吼道，你疯了吗？家里这么多人需要照顾，你怎么能现在离开？我也雨忍不住了，提高了音量，照顾我已经照顾多久了？你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走，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他不甘示弱的辩解，他们也不容易，是咱们的亲戚。我冷冷地打断，那是你的亲戚，不是我的。正说着，婆婆冲进了卧室，吵什么？吵这么晚了，不让人睡觉了。她看到我正在收拾行李箱，脸色瞬间变了。晴晴，你这是要干什么吗？我明天出国进修，要走1年。我语气平静。什么？婆婆的声音尖锐刺耳。你要撇下家里这些人，一个人跑了，对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不能走，我不同意。他冲过来抢我行李，你这个没良心的，吃我家的住我家的，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人。这是我家，不是你家。我依然冷静。我出国是为了学习，为了自己。这是错吗？学习女人学什么习？该在家相夫教子吗？时代变了。我一边继续收拾衣服，一边说，而且我已经决定了，不会改变。婆婆的态度软了下来，开始哀求，你别这样，妈知道你这些年委屈了，等亲戚们走了，妈一定补偿你。什么时候走？请您给个具体时间。快了，很快就走了。多快？1周、1个月还是1年？我不是。紧逼婆婆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赵磊试图拦住我，请你冷静点，咱们好好商量。没什么可商量的。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明天下午2点的飞机，你们送不送？都随你们。那一夜没人睡得安稳。第二天中午，我拖着行李箱出门时，客厅的亲戚们依旧围坐在电视前，对我的离开毫无反应，只有婆婆站在门口眼眶。红晴晴，你真的要走？真的。我头也不回地说。赵磊送我去机场，一路上不停劝我，你要不回去吧，我保证他们很快搬走，你的保证值几个钱？我看着车窗外的街景，心情却前所未有的轻松。到了机场，赵磊还想说什么，但我已推着行李车走向安检口。飞机起飞那一刻，我望着窗外逐渐远去的城市，第一次真正
感受到什么叫自由悉尼。比我想象中海美公司安排的住处是一套小巧精致的公寓，虽然只有一室一厅，但干净整洁，最重要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第一晚，我躺在床上尽情享受久违的宁静，没有吵闹，没有排队等厕所，没有满地的垃圾，这感觉实在太好了。可惜这种美好没持续多久，第3天晚上8点，婆婆是的电话打来了。晴晴，你到了吗？一切还好吗？她的声音听上去满是关切。挺好的，我简单应对，那就好，那就好。她停顿了一下，家里人太多了，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妈，您可以让亲戚们帮忙，他们是客人，怎么能叫他们干活？那您可以请保姆，保姆多贵啊，你回来不就行了？我不回去，我要学习1年，1年太长了。几个月不就够了吗？我直接挂了电话。第2通电话是凌晨12点，晴晴妈想你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妈，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您该睡觉了，我睡不着啊。家里这么乱，我一个人怎么办？您让赵磊帮忙，他要上班，哪有时间？那就让亲戚们自己照顾自己。晴晴，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我再次挂了电话。接下来的几天电话越来越频繁，语气也越来越激烈。第5通电话，晴晴，你这么做对得起磊儿吗？他天天愁眉苦脸的。第8通电话，你知道邻居怎么说你吗？都说你不孝顺，丢下家。不管。第12通电话，我告诉你，你再不回来，我就去你公司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人。第15通电话响起的时候，婆婆的声音里满是焦虑。这么多亲戚都住在家里，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老太太又能有什么办法？到了第18通电话，她的语气已经变成了愤怒。你就是个白眼狼，我们家养了你3年，你就是这么报答的。第20通电话是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周末下午，我正坐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咖啡厅，阳光洒在木桌上，空气中飘着咖啡的香气，手机震动，我低头一看，是他。犹豫了几秒，还是接了。晴晴，你必须马上回来。他的声音几乎是歇斯底里，家里这么多亲戚，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你听到了没有？我听见了，我语气平静地说，但这不关我的事。什么叫不关你的事？你是这个家的媳妇。是的，我是媳妇，但我不是保姆。我轻轻抿了一口咖啡。妈，我现在过得很好，工作也很顺利，您就别再打电话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几声急促的呼吸。没等他再说什么，我就挂断了电话，并果断把他拉黑了。世界终于恢复了宁静，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命运却早已布下另一场棋局。1个月后的周末，我无意中在朋友圈刷到一张照片，是赵磊的同事老王发的。他写道，今天在老地方聚餐，好久没来了，挺热闹。我定睛一看，照片里大家围坐在熟悉的餐桌前，笑着举杯，灯光温暖。但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桌边的人数不是10个，而是5个，除了赵磊婆婆还有老王一家3口，其他所谓的亲戚一个都没有出现。那不就是我家的客厅吗？我放大照片确认，是的，连桌布上的小花纹都没错。我立刻给老王发微信，王哥，你们什么时候在我家聚餐的？上周6啊，雷子赵雷请我们去吃饭，说你出国了，家里冷，亲想热闹一下。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啊，就我们5个。你婆婆做了一大桌子菜，手艺不错呢。我盯着手机，脑子开始发懵。如果家里只有5个人，那婆婆是口中这么多亲戚是从哪里来的？我马上发消息给国内的好朋友小美，美美，你能帮我去我家楼下看看现在家里什么情况吗？好，我这就去。1个小时后，小美发来消息，我在你家楼下蹲了1小时，只看到你婆婆和赵磊进进出出，没看到其他人。我还特意问了邻居李大爷，他说你走了之后，你家安静多了几乎没什么吵闹。真的吗？真的。李大爷还说，之前确实有些陌生人来过你家，但自从你离开后就再没见过了。我的心彻底乱了。如果那些亲戚只是白天来演戏呢，婆婆到底是图什么？我开始回想那段被噪音和琐事淹没的日子，越想越不对劲。那些亲戚总是故意制造混乱，有的甚至在凌晨还开着电视动作，夸张的仿佛在表演。现在想想，那可能根本不是巧合。我马上又给小美发微信，你还能再帮我个忙吗？什么忙？你别吓我啊！你能联系一下我婆婆老家的那几个亲戚吗？就是我见过的那些，问问他们最近有没有来过城里。第2天，小美发来一段长消息，内容让我彻底震惊。我联系了你婆婆的2哥和3妹夫，
他们确实来过城里，但不是为了看病或找工作，是因为你婆婆求他们过来帮忙。帮什么忙？她说你工作太拼，压力太大，希望亲戚们来陪几天，让你感受到家庭温暖，这样你就会辞职回家，专心当家庭主妇。我的手开始颤抖。但小美的信息还没完，他们还说你婆婆找了一些群众演员扮演亲戚，制造混乱。压力让你觉得家庭生活很困难，这样你就会产生退意。原来那些人并不是亲戚，而是演戏的婆婆，不只是骗了我，还利用了亲戚的善意，用一场家庭闹剧逼我放弃事业回家当他眼中合格的媳妇。愤怒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但很快我冷静了，既然他演了一场戏，那我也可以演。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收集证据，首先是让小美再次联系亲戚，详细问出婆婆当时是如何游说他们的二叔。你能说说她是怎么和您说的吗？她说你工作忙，不想要孩子，一心扑在事业上，希望我们来制造些家庭的氛围，让你回心转意。那些陌生人呢？她说是雇来的群众演员，我们当时觉得不太妥，但她说是为你好，我们就答应了。接着小美通过朋友找到了其中一个演员，那个带孩子的中年阿姨。阿姨，您还记得那次在我家表演的事吗？记得你婆婆通过微信联系的，说让我们扮演亲戚，制造点矛盾，好让她儿媳妇回归家庭，钱给的挺多，我们就答应了。你们都表演了什么？吵闹弄乱，房间添乱，让人觉得家里压抑。她说只要你辞职回家算成功。我保存了所有聊天记录，还有老王发的那张聚餐照片。更重要的是，婆婆那20个电话我都录了音。录音里她反复强调家里亲戚多住不下我，个人照顾不过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那些电话，那些噪音，那些眼泪，全都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戏，而她就是那个幕后导演。这场战役原本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较量，证据基本都掌握在手，我开始精心布局反击。第一步，我悄悄联系了那些曾被蒙在鼓里的亲戚，把真相一一告诉他们。二叔，您知道我婆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吗？她不是为了让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而是想逼我辞职回家，给她当免费的保姆。什么？她怎么能这样？我们还以为是在帮你啊，二叔。是。一脸震惊。很快其他几位亲戚也都知晓了实情，纷纷表示愤怒与被欺骗的羞辱感。他们的反应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我多日积压的委屈掀起了波澜。第二步，我准备将真相公开。我们家族有一个微信群，几十位亲戚都在其中。我截取了老王发的聚餐照片，整理了婆婆打电话时的录音文字稿，有那个亲戚演员李阿姨的聊天记录，精心准备了一份完整详实的真相文件。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要正面对质婆婆。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特意挑了个家中人都在的时段，拨通了视频电话。接起的是赵磊，他似乎没料到我会主动打来。晴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他一边说一边招呼妈晴晴的事。电话屏幕中，婆婆出现了，脸上挂着小心翼翼的笑。晴晴，你是不是想通了，准备回来了？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我看着她的眼睛，冷静地开口。那些住在家里的亲戚呢？他们现在都去哪儿了？她的笑容有一瞬的凝滞。他们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你离开后不久吧。我点点头。那现在家里就您和赵磊2个人，不忙？对，现在轻松多了。他下意识松了口气。可您之前不是一直说家里亲戚太多，快招架不住了吗？那您当时跟我说让你体谅一下，别辞职也得回来帮帮忙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脸色变了。妈，您知道老王上周在家发的聚餐照片吗？我把手机屏幕对准他，照片中清楚的只有5个人。婆婆明显慌了，手忙脚乱的想挂断视频，被赵磊一把拦住。妈，到底怎么回事？赵磊看出了不对劲，我继续追问。我已经联系了二叔，他们都告诉我了。您是怎么骗他们配合您演戏的？我没有骗他们。婆婆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还有那个带孩子的李阿姨也跟我说实话了。我拿出手机，她说您雇她来假扮亲戚，故意制造混乱，就是为了逼我辞职回家。妈，您说这是不是真的？屏幕那端，婆婆脸色苍白，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赵磊站在一旁，满脸不可置信。妈，你真的策划了这一切？我继续说道。妈，我已经把所有证据都整理好了，包括您和演员的聊天记录，还有骗亲戚的证据。我准备发到家族群里，让大家看看您是怎么利用他们。
来欺负儿媳妇的不要婆婆终于开口，声音颤抖，解释什么？解释您为什么要设这个局，还是解释您为什么要骗自己的亲戚？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我冷笑是为了让我辞职回家当保姆吗？还是为了我生孩子以后彻底被您控制？婆婆终于哭了出来，我错了，真的错了，但我已不再愿意听她的泪水抹细眼。C完了，我盯着屏幕中的他，那些演员的工资您都结清了吗？说完这句，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视频通话的录屏，我保留了下来作为最后的证据。第二天，我把事情的全过程整理成图文并茂的真相长文发送到家族微信群消息，一出群里瞬间炸开了锅。王春梅，你疯了吗？这样欺骗晴晴太过分了，我们还以为是在帮你，没想到成了你利用的工具，连自己亲戚都骗，这种人太可怕了。晴晴，你别再跟这种婆婆来往了，不值得你受委屈。在所有亲戚一致的谴责中，婆婆终于哑口无言。赵磊给我打了很多通电话，我一个也没接，最终他发来了一条很长的微信。我真的不知道我妈会做出这种事，我现在才明白什么那些亲戚突然消失，邻居也不再抱怨我，一直被瞒在鼓里，以为他们真的是为了家里热闹。对不起，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但你在国外好好生活，别为了我们这些人耽误了前程。我会跟我妈好好谈谈。看着这条消息，我五味杂陈。其实赵雷本性不坏，只是太懦弱，太顾忌孝道2个字，但这样的人注定不适合做我的丈夫。2个月后，我收到了赵雷寄来的离婚协议，他在纸上写道：房子归你，存款也全给你，我净身出户，只希望你今后过得更好。我签了字，把协议寄回至此，这场家庭闹剧终于彻底落幕。1年的海外进修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没想到我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悉尼分公司决定升我为设计总监，年薪是国内的3倍，还有住房补贴。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办完离婚手续，我在悉尼买了一套面朝大海的公寓，每天早晨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蓝得透明的大海，听到海鸥的叫声，这种自由的感觉比什么都珍贵。偶尔我也会想起那段令人窒息的日子，想起那些演员亲戚的拙劣表演，亲戚们愤怒的质问，婆婆歇斯底里的哀求，可如今这些都已经被时间的浪潮冲散了。听说婆婆在老家的名声已经彻底败坏，亲戚不再来往，连当初被她雇的演员们也因薪资没结清对她怨声载道。至于赵磊，后来也追到了悉尼，试图挽回，但我拒绝了。有些路一旦走错，就再没有回头的机会。真正的家庭是建立在诚实与尊重上的，不是欺骗和控制。我在机场面对他说出这句话那天夜晚，我站在阳台上，手里举着一杯红酒，望着灯火辉映的悉尼夜色，轻声说道：为了重新开始。然后一饮而尽，海风轻拂我的脸颊，仿佛带走了那些早已无需再提的过往。从明天起，我的人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那些曾经拨来20通的电话，那场荒唐可笑的闹剧终将被时间掩埋，尘封在记忆深处，成为再也不愿提起的往事。手机忽然响了，一串陌生的号码在屏幕上闪烁，我凝视了1秒，没有犹豫，手指一滑，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用1通电话将我拽回过去的深渊。我自由了，真正的自由了，像是在厚重乌云中挣脱而出的飞鸟，振翅高飞，不再受困于无形的牢笼。空气里都带着一点清甜的味道，连心跳都比往日更加轻快。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如果你听到了心里，也别忘了点个赞，订阅一下，还有留下你温暖的评论哦。